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足以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书籍《刷新》。这本书的作者姓名，一位在个人成长领域有着卓越见解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智者。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浅出的方式，为我们揭示了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能够让我们焕然一新、重塑自我的关键理念。刷新这本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开启我们内心深处那扇通往更美好生活的大门。它所蕴含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些新的想法，更在于它能够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进而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无论你是在事业上遭遇瓶颈，渴望突破，还是在个人生活中感到迷茫，寻求方向，亦或是对自我成长有着不懈追求，这本书都能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启示和收获。它就像是一盏明灯，在黑暗中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又像是一位良师益友，在我们困惑时给予我们最中肯的建议和最温暖的鼓励。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感觉自己的生活仿佛陷入了一种无形的循环，每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事情，却找不到突破的方向？就像著名作家梭罗曾经说过，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我们常常被这种平静的绝望所笼罩，却不知道如何挣脱。然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他们又是如何做到在困境中崛起，在平凡中创造非凡的呢？比如史蒂夫·乔布斯，他在被自己一手创办的苹果公司解雇后，并没有陷入消沉，而是利用这段时间进行自我反思和刷新。他创立了NXT 电脑公司，并收购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最终在苹果公司濒临破产之际回归，带领苹果走向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推出了 iPhone、iPad 等一系列改变世界的产品。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刷新自我并非不可能，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方法。第一个要点，打破思维定式。刷新首先强调的就是要打破我们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思维定式就像是我们思维世界中的一堵堵墙，它们限制了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让我们陷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中，难以接受新观点、新方法。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思维定式是我们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习惯性思维方式。我们的大脑为了提高处理信息的效率，会倾向于使用已经熟悉的模式来应对各种情况。然而，这种方式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时，往往会让我们错失很多机会。因为世界在不断变化，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如果我们总是用旧有的思维去看待，就会陷入困境。书中指出，打破思维定式需要我们培养一种开放的心态。就像书中所说，开放的心态是打破思维枷锁的利斧，我们要勇于挑战自己的固有观念，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比如，当我们面对一个难题时，不要急于用自己常用的方法去解决，而是可以先停下来，问问自己，如果从相反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会怎样呢？或者如果我是一个完全不了解这个问题的人，我会怎么想？那么，如何在生活中应用这一理念呢？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进行思维漫游，每天给自己留出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放下手中的工作，抛开那些日常的烦恼，让自己的思维自由地游荡。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外星人，第一次来到地球，观察周围的一切，思考各种现象背后的原因。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逐渐培养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例如，在商业领域，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善于打破思维定式。以 Airbnb 为例，在传统的酒店行业思维中，住宿就是由专业的酒店机构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但是 Airbnb 的创始人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式，他们看到了人们对于个性化住宿体验的需求，以及普通人家中闲置房屋的潜力，于是开创了共享住宿的新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为旅行者提供了更多独特的住宿选择，也为无数普通人创造了额外的收入来源。这就是打破思维定式带来的巨大好处，它能够让我们发现新的市场机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价值。第二个要点，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在打破思维定式之后，刷新接着向我们强调了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的重要性。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知识就像是一股汹涌的潮流，如果我们停止学习，就会被这股潮流所淹没。学习是人类的本能，也是我们适应环境、不断进化的关键。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我们的大脑具有高度的可塑性，通过学习，我们可以不断重塑大脑的神经连接，形成新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书中提到，学习是刷新自我的源泉，每一次学习都是一次对自我的刷新，它让我们能够站在新的高度，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世界。持续学习不仅仅是获取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学习。我们要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如批判性思维、深度思考等。批判性思维能让我们在面对海量信息时，理性的分析、评估，不被虚假信息所误导。深度思考则能让我们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
不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比如阅读书籍、参加培训课程、在线学习平台学习等。以阅读为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书籍来阅读。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可以阅读非暴力沟通关键对话等书籍。如果你对科技前沿感兴趣，可以阅读关于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的书籍。参加培训课程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途径。现在有很多专业的培训机构提供各种类型的课程，从职业技能培训到个人兴趣爱好培养，应有尽有。在线学习平台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像 Coursera、Udemy 等平台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大学的课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它能让我们在职业生涯中保持竞争力。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职业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只有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我们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其次，它能丰富我们的人生体验。通过学习，我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最后，它能提升我们的自信心。当我们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时，我们会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也会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第三个要点，积极的心态与情绪管理。在追求自我刷新的道路上，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情绪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刷新这本书中，作者将积极的心态比作阳光，它能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而情绪管理则像是调节器，它能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波折时，保持内心的平静与稳定。积极的心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积极的心态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潜能，让我们更加乐观地看待问题。当我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时，我们的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这种物质能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从而更有动力去解决问题。情绪管理则涉及到对自身情绪的觉察、理解和调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世界里，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就会被负面情绪所控制，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书中指出，情绪是我们的内心之海，管理好情绪就是掌控了生活的航向。只有当我们学会管理情绪，才能在波涛汹涌的生活海洋中保持航向，不被情绪的漩涡所吞噬。要培养积极的心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学会感恩，每天花一点时间回顾一下生活中那些让我们感到幸福和满足的事情，并对他们表示感恩。其次，设定积极的目标，明确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并将其分解成一个个小步骤，每完成一个小步骤，都会让我们更有信心和动力。最后，与积极的人交往，积极的人会传递给我们正能量，他们的乐观态度和积极行为会感染我们，让我们也变得更加积极。在情绪管理方面，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方法，比如当情绪激动时，先深呼吸几次，让自己平静下来，或者通过运动来释放负面情绪，像跑步、打球等都是很好的方式。还可以学习一些放松技巧，如冥想、瑜伽等，这些方法能帮助我们缓解压力，保持内心的平静。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情绪管理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它能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当我们以积极的心态和稳定的情绪与他人相处时，会更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它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积极的心态能让我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工作中，而良好的情绪管理能让我们在面对工作压力时保持冷静，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它还能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能够更加从容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第四个要点，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概括，人际关系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刷新这本书也着重探讨了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它连接着我们与周围的世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良好的人际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与他人互动、合作，才能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书中提到，人际关系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的基石。当我们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时，我们会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爱和支持，这会让我们更有安全感和归属感。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需要学会倾听和沟通。倾听不仅仅是听到对方说的话，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求。沟通则是表达自己观点和感受的过程。有效的沟通需要我们注意语言的选择、语气的把握以及非语言信息的传递。在生活中，我们可以运用一些方法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如，在与他人交流时，要保持眼神交流，这表示我们对对方的尊重和关注。不要轻易打断他人的话，等对方说完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要尽量清晰、简洁，避免使用模糊或容易引起误解的语言。
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也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参加各种聚会、社团活动等，可以让我们结识到不同的人，拓展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在社交活动中，我们要主动与他人交流，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同时也要认真倾听他人的故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给我们带来情感上的支持。当我们遇到困难时，良好的人际关系能让我们得到来自朋友、家人等的关心和帮助。它能促进我们的个人成长。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我们可以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技能，获得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它还能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与他人建立深厚的友谊和亲密的关系，会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第5个要点，设定明确的目标并付诸行动。1. 概括。刷新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强调了设定明确的目标并付诸行动的重要性。目标是人生的灯塔，它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而行动则是实现目标的桥梁。没有行动，目标就只是空谈。目标设定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关键环节。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明确的目标能够激发我们的动机，让我们有方向的去努力。当我们设定了一个目标后，我们的大脑会开始思考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并调动我们的资源去完成它。书中指出，目标是行动的指南针，行动是实现目标的必经之路。设定目标后，我们需要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将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步骤，并确定每个步骤的时间节点。同时，我们还要对目标进行评估和调整，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改变策略。在设定目标时，我们可以运用 SMART 原则。SMART 原则是指目标要具备以下特点：具体的 specific 可衡量的 measurable 可实现的 achievable 相关的 relevant， 还有时间限制的 time bound。例如，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要只是设定一个模糊的目标学好英语，而是应该设定一个具体的、可衡量的目标，如在3个月内将英语词汇量提高到5000个，通过英语4级考试。在行动过程中，我们要保持专注和坚持，避免被其他事情分心，专注于实现目标的每一个步骤。同时，要克服困难和挫折，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而放弃。设定明确的目标并付诸行动的好处是巨大的，它能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当我们朝着目标努力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动力和成就感，它能提高我们的效率。明确的目标能让我们集中精力，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在无关的事情上。它还能帮助我们实现自我价值。通过实现目标，我们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刷新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自我成长和发展的方法。它教会我们如何打破思维定式，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管理好情绪，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设定明确的目标并付诸行动。这些理念和方法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条通往更美好生活的道路。我强烈的呼吁大家阅读并践行书中的习惯，不要让这本书只是静静地躺在书架上，而是要让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尝试着去打破那些束缚我们的思维定式，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为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记住，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而不是一场短跑。每一个小小的刷新，都是我们在这场马拉松中前进的一步。不要害怕改变，不要畏惧困难，因为每一次的刷新都意味着我们离更好的自己更近了一步。相信自己，相信刷新这本书的力量，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充满希望和机遇的刷新之旅吧。